你与你的猫咪共同生活了3年，但它似乎总是对你不太友好，时而抓挠，时而哈气，毛发竖立。与此同时，它对你的新室友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，总是撒娇和亲昵。然而，有一天，你意外地听到了他的心声。不喜欢他，他总是让我感到烦躁。他的行为让我不舒服，他有什么资格来触碰我呢？但我对新来的室友林年年却有着不同的感觉，他身上有着让人愉悦的香气，而且他总是温柔地对待我，还给我带来了美味的猫零食。虽然作为人类我无法选择，但作为一只猫，我决定只为林年年保持我的纯洁和忠诚。林年年是你的男友对他特有的亲昵称呼。加班归来已是午夜时分，雨水浸湿了我的发丝，沉重地贴在头顶，让我感到有些眩晕。推开家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混乱，拖鞋上布满抓痕，水杯分倒在地，地板上还留有未干的水迹，纸屑杯似的粉碎。正值春季，连我的小猫元宝也显得格外烦躁。然而，当我环顾四周，只有林年年的物品却完好无损，仿佛被特别保护起来。在这一片混乱中，它们显得格外突兀。罪魁祸首元宝此刻正舒适地躺在林年年的膝盖上，眯着眼睛享受着宁静的时光。我手里提着已经冷却的红糖姜茶走向客厅。江一姐，你回来了。没被雨淋湿吧？林年年关切地问道。哦，这是红糖姜茶，学长特意让我带给你的。我担心下雨就没出门，没想到学长这么细心。江一姐，真是麻烦你了。这是我给自己买的，我打断了她。她的表情短暂地凝固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甜美。江一姐，我得和你抱怨一下。今天元宝太缠人了，一直黏着我。她笑着说，轻轻抚摸着猫咪的头，而元宝则在她手下发出满足的呼噜声。那挺好的，我勉强挤出一丝礼貌的微笑。我知道他可能在炫耀，但我却无能为力。因为元宝从未对我如此亲昵过，从未趴在我的膝盖上，也未曾黏过我，更没有对我敞开肚皮。舒服的打呼噜，他对我只有躲避和冷漠。尽管我已经养了他3年，而林年年不过才搬来1个月。理论上我不应该在这些小事上计较，但今天我真的太累了。林年年口中那个粘人的元宝又太过诱人，所以我也想让元宝抱抱我。元宝，我走到元宝面前，轻声呼唤他的名字。猫咪没有理我元宝。我再次呼唤声音稍微提高了一些，元宝元宝。我的眼睛开始湿润，一天的疲惫和此刻的委屈交织在一起。他在林年年怀里那么快乐，却不愿意理我。明明我才是他的主人，明明是我带他去看医生，喂他吃饭，给他剪指甲梳毛，甚至我最近这么努力加班，也只是为了给他买一个新的猫抓板。我知道它只是一只小猫，但它不是我的小猫吗？在我一声声的呼唤中，元宝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但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厌恶。真奇怪，我竟然从一只猫的眼睛里看出了厌恶。然后他站了起来，对我哈气，发出嘶吼，毛发竖起，他朝我露出尖锐的牙齿，尾巴不停地拍打着沙发，却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林年年的位置，甚至以一种保护林年年的姿态。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，他能不能离我远一点啊？好烦啊，他又丑又臭的，还偏要来找我，恶心死了。而且他竟然不听我的话，不给年学妹带红糖姜茶。好喜欢年学妹喵喵，她香香甜甜的，而且今天还给我开了7个猫条。喵呜，音色和我男友很像，却又和元宝的声音重合。我感觉仿佛被撞击了一下，手指也有了电击般的麻木感，我一下愣住了。元宝是我男友元博在街头捡到的流浪小猫，他那时才1个月大，毛发稀疏，眼鼻间沾满了分泌物。
叫声沙哑，腹部因积水而肿胀，总是痛苦地蜷缩着。看着他可怜的样子，我心疼不已。所以当袁博提议让我来照顾他时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尽管当时我刚大学毕业，实习期月薪只有2500，几乎没有存款，而元宝一次检查的费用就要1-2千，后续的药品和专用猫粮更是价格不菲。但我依然沉浸在喜悦之中。我有了自己的猫，一个小生命依赖我，我能为它的余生负责，有一只猫在等我回家。我向朋友和家人借钱，刷爆了2张信用卡。在我连续加班1个月还清了大部分债务后，在一个深秋的凌晨，我抱着康复但依旧瘦弱的元宝从宠物医院回家。夜风寒冷刺骨，我将元宝紧紧裹在我的外套里，尽量不让寒风侵袭它。猫包要56块8毛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已经是1周的饭钱，太过奢侈。我就那样抱着元宝走了一路，星光不问赶路人。但路灯的光芒洒在我们身上，却带来了一丝温柔。当我推开我那狭小却温馨的家门，我忍不住俯身亲吻了小猫的额头，告诉他，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回家了，回到我们的家了。可是元宝对我并不亲近，我一摸他就躲开，不愿意和我待在一个房间。只有在喂零食的时候才会稍微亲近我一些，吃完后又跑开了。我也曾感到不快，但转念一想，它是我的小猫，可能只是天生胆小，不喜欢亲近人，没关系的。朋友建议我握它几天，让它明白谁是主人。我拒绝了，我舍不得，我希望我的小猫永远快乐。你得接受，有些小猫就是不亲近人的。直到0年搬进我的房子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小猫并不是不亲近人，它只是不亲近我。0年是我男友袁博的师妹，因为考研暂时住在我的房子里。虽然我不喜欢和陌生人同住，但因为男友的请求，我还是答应了。0年搬进来后，元宝对他异常亲昵。0年从未喂过猫，也未清理过猫砂，只是偶尔逗弄一下，元宝却总是黏在他身边，一叫就来，随时都愿意露出柔软的肚皮，甚至晚上也要趴在他身边睡觉。这是我3年来从未享受过的待遇。我以前总以为元宝不亲近我，对其他人也冷漠，这很公平。但0年什么都没做，就轻易地赢得了元宝的心，这不公平。我实在无法喜欢0年，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嫉妒他，因为我的男友袁博和我的猫咪元宝都无条件的偏爱他。江毅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年学妹终于可以安心考研了，你果然是个善良的女孩。记忆突然涌上心头，男友脸上的喜悦和兴奋深深刺痛了我。真的有必要这么开心吗？帮他的学妹找到房子就这么值得高兴吗？为什么这么开心？她只是你的学妹，我问她啊。主要是因为0年从小娇生惯养，而且他叔叔还是我之前的导师，这不才多关心他一下吗？他迟疑了一下，又挂上微笑哄我。你还记得？我看着他的脸感到陌生算了。我感到疲惫。那时我刚毕业，工作地点离男友很远。我向男友撒娇，宝宝，你陪我找找房子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找个中间的地方合租吗？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。我满心欢喜，却只得到男友皱眉的回答。我工作很忙，通勤时间加长会让我很累。你自己找一下房子吧。我有些难过，可是我很想和你在一起吗？我就是需要你吗？男友脸上的不悦更甚，江毅，你都出来工作了，你能不能懂点事？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不行吗？而且你不是一直都这么过来的吗？我的笑容凝固了。其实后来租房遇到串房，和中介争执房东偷电等问题，我也再没有向男友求助过。他似乎也很满意我的懂事。然而对于0年考研租房的事，他却非常上心，非常乐意帮忙。
后来0年搬进我的房子，我们在生活上有些摩擦。但当我和男友提起时，他总是说你就让他呗。为此我和他争吵过许多次，争吵最后总是以他和你不一样，他家庭幸福美满。从小被人宠大，需要别人照顾结束。我从此不愿再提这个话题。被最亲密的人伤害的滋味实在不好受。爱总是流向不缺爱的人，钱总是流向不缺钱的人。我的男友如此，我的小猫咪也是如此。喵呜，烦死了，他不会又要打电话给我哭诉吧？我真的不想哄了，现在听到他哭我都觉得恶心。不行，我一会就装死好了，反正他自己也能哄好自己。他要不是年学妹，他那么缺爱，那么普通，有什么资格做？元宝不停地用尾巴拍打地面。恼人的声音让我的思绪混乱，我感到头痛欲裂，各种信息在我脑海中爆炸，震惊和难受交织，我的胸口仿佛被情绪压垮，甚至无法呼吸。然而那个声音还在继续，混合着猫咪的喵呜声和我男友特有的声线。原本我深爱的2个声音，现在却让我如此痛苦。声音不停地诉说着对我的厌恶和不满，以及对0年的爱意和喜悦。这些是有我和元宝的，也有我和男友的。而年学妹是我男友对0年的专属称呼。难道是我最近焦虑太严重，出现了幻觉，还是说我真的听到了元宝或者我男友的心声？这实在是太荒谬了。第2天我预约了心理医生，医生告诉我一切正常。带着混乱的心情，我回到了家。0年今天因为学校的事情不在家，家里只剩下我和元宝。我清理了元宝的猫砂，添了猫粮，又开了一包猫条准备喂它。或许他只是单纯的喜欢猫条。昨天的一切或许只是因为我淋雨发烧了。元宝过来，我呼唤他。他看到猫条眼睛一亮，迅速跑过来，然后咬住了我手上的猫条。我正想摸摸他的头，他却迅速抢走了猫条，并且给了我一爪子，瞬间鲜血淋漓。元宝敏捷地跳到离我1米远的地方，警惕地看着我。呼幸好没让他摸到，他摸我一下我都觉得恶心。人生已经没办法了，猫生我必须为年学妹守身如玉。清晰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我胳膊上的抓痕渗出了血。密密麻麻的痛意和痒意袭上我的大脑，如此真实。真实的我无法再自欺欺人。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了最荒谬的那个结果。我听到了我的猫咪的心声，我的猫咪和我的男友是同一个人，而且他还讨厌我。去卫生间处理完伤口，洗了脸，尽量让我的眼睛不再那么红肿。出来后，元宝在满足的舔爪子，他瞥了我一眼。声音又开始了，哭了，喵呜，不就是抓了一下吗？算了算了，还是给他一点甜头吧，毕竟我还想要新的猫爬架呢。而且我现在也回不去我的身体里，万一他生气不给我喂饭铲屎呢？毕竟年学妹年纪小，不会照顾人。虽然僵硬没意思，但是至少对我好。姐姐还缺爱，随便说2句话就能哄好。性价比高，结婚估计也是个贤惠的。可惜了，我终究是不能娶我所爱。他朝我走来，我一直喜爱的无辜小猫脸在此刻变得如此洋洋得意，面目可憎。他不安摇动的尾巴像对我宣战的惊喜，而我精心打理过的毛发也变得暗淡无光了。我发现它不过是一只最普通平常不过的小猫咪，甚至是一只我有些讨厌的小猫咪。滚！我冲它吼，可是眼泪却忍不住流了下来，口腔鼻子也被眼泪呛得酸涩不已。通过模糊的视线，我仿佛看着他错愕的表情，我恍然间想到，这是他第一次走向我。可是我再也不想要他了，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吧。我们分手吧。
菜已经上桌，可是无人动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率先打破这份沉默。你说什么？一直玩手机的袁博终于抬头看我了，眼里有些错愕。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你给我闹什么啊？你最近是不是网上言论看多了，给我这整服从性测试呢？我揉了揉眉，到底是谁在搞服从性测试？为什么担心林年年租房却要求我懂事？为什么不关心我加班却关心林年年月经？你真的喜欢我吗？还是你一边厌恶我又一边享受我的工具性？我为什么要和你这样的白眼狼继续甚至结婚呢？你凭什么？看着他的脸，我想上去抽一巴掌。他有些惊讶，我从未这样直白地指责过他，甚至是在我们这么漫长的岁月里。指责是他独有的权利，因为他认为我缺爱，我爱他，所以他得寸进尺，有恃无恐。我突然看明白了，他就是这样一个烂人。我就是没想太多，你别这么敏感。别生气了，我下次注意吗？连学妹考完研就走了，你再等等，我们就结婚。他揉了揉鼻头，以为一个烂解释就能将我敷衍过去。和我无关，你管出我的人生，他也是。还有元宝，你也带走自己养或者送人，都与我无关。我想拿起包准备转身离开，他却后忙拉住了我的手，面露紧张。不是。江毅，元宝就一只小猫咪，你和他计较什么？而且你是他主人，怎么能随意弃养呢？你现在就像那种父母吵架扔下小孩不管的人。他越说越急，甚至有了几分面红耳赤，抓我的力道也在收紧。所以呢，我是他主人，就要忍受他白眼狼，吃我的，住我的，用我的对我冷暴力，还去舔别人。你说他贱不贱啊？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终于够了，分就分，你别后悔。连只猫都不喜欢你，你自己不反思一下吗？我并不想给他脸，所以我直视他的眼睛，问他，猫不喜欢我那是他的事。我的选择是不要他了，就和不要你一样。更何况云宝真的只是一只小猫咪吗？他哑然了，看着我，甚至手指也在微微颤抖。我将他的手甩开，转身离开。现在的房子还有1个月到期，本来我想续租的，现在不用了。这是我有元宝以来租过的第7间房子。城市里的大多数房东都不愿意接受养宠的租户。那时我刚将元宝接回来，房东知道我要养小猫咪以后，勒令我在3天内搬出去。我打遍了中介电话，跑了周边所有出租的小区，跑了1天也被拒绝了1天，让人泄气。阿姨她真的很乖的，不会乱抓乱咬的。小姑娘真不行啊，我这些沙发是真皮的，弄坏了我可舍不得。这是第21个拒绝我的房东。不要一股臭味。这是第43个拒绝的房东，我猫毛过敏，不可能租给你的，快走。这是第57个拒绝的房东。元宝，我们好像要流落街头了，我对小猫苦笑。喵呜，他抬头懵懂地看着我。我答应过给他一个家的。终于在第3天的中午，找了100多家房子以后，我最后以高于市场价500的价格找到了一间小屋。要不是看你可怜，我才不租给你呢。房东将钥匙递给我时，趾高气扬地说：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，我忙不迭地道谢。这是我们的第1次搬家，而后的每次搬家找房子都需要很久，房子也总不是那么好，或多或少有些问题，还总是比其他同小区同类型的房子价格高几百块。并且我还要再三和房东保证，小猫很乖，装坏的东西会3倍赔偿。你说这叫什么？宠物税吗？哈哈哈。我和朋友玩笑吐槽，那有什么办法？谁让你超爱？朋友打趣我是啊，我超爱。只是小猫咪喵呜的时候，他想的是心疼我，还是无所谓，我活该呢？收拾物品时，才发现这个房子里的物品大部分都是元宝的。他的猫玩具、猫零食、猫粮、猫砂、猫抓板，
而我的所有东西只需要2个26寸的行李箱和一个书包便可以装下，倒是比以往搬家轻松许多。而新的房子我也找得很快，并且在地铁站旁，离公司近，环境也好，而且房租还比现在的便宜。中介知道我一个人住时候，喜笑颜开，您放心。您这样的情况，房东最喜欢了，干净卫生。租房确认也不过2小时，一切顺利的不可思议。真好。江一姐，你要出差？林年年错愕地看着我，他怀里的猫则生气地转过头，将屁股对准我。没有，我要搬家，房子我不续租了，这个月房租到期。如果你还想住，后面房租你自己付，我把房东微信推给你，我冷静说道。我现在丝毫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。啊，为什么？学长知道吗？林年年急促问道。我深深地看了林年年一眼，不为什么。我的事和他无关了，我们分手了。所以，希望我和你也不要再见了。似乎一切都变得顺利起来。江毅，你想来我这个团队吗？茶水间里，隔壁项目的负责人李玲端着咖啡问我。这是他第3次来找我了。我现在的团队上司总是爱破事人，张口闭口就是对你失望，团队氛围也很差。高装甩锅是常有的事，而且和我的专业技能及职业发展也不符合。唯一比隔壁项目做好的一点就是不用出差。以前我的家里有一只脆弱的小猫咪，容易生病，肠胃不好，还有时不时复发的黑下巴。虽然我加班再晚，但至少可以回家照顾它。我习惯买新鲜的鸡胸肉和内脏，煮熟撕碎，加上橄榄油、酵母粉、海带粉、维生素 D， 这样的猫饭健康又好吃。偶尔也会买几只大家加餐，猫吃2只，我吃1只。还有过3天就需要擦拭的黑下巴，要时常清理牙齿，这些都牵绊着我，让我无法出差。所以我拒绝了李玲2次。好啊，那以后就麻烦理解了。我对李玲灿烂一笑，谁能拒绝更好的发展呢？好，你怎么突然想通了？我还以为这次又要3顾茅庐了。李玲激动地笑了，她拍了拍我的肩，鼓励我道：行，那我现在去给陈总提你的转岗申请。江毅，你好好干，我知道你的能力绝不止于此。好，我重重地点了点头，外面阳光明媚。这是到海城的第3天，项目还有2天就可以验收结束了。客户很满意，特地给我放了1天假。小江是第1次来海城，是啊，虽然我在各种网站 APP 上看过很多次攻略，幻想过无数次要和袁博一起来。那你可一定要去我们这特色的贝壳岛渔船岛，还有情人岛都挺特色的，你都可以去逛一下。客户愉快地给我介绍，眼里都是满意。因为我这次不但解决了这个项目的问题，还解决了好几个其他项目的问题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坐在沙滩上，吹着咸咸的海风，听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的声音，一声又一声。以前一直在想，要来海城必须是2个人，现在发现自己一个人坐在这也足够平静美好。你好，我刚刚远远看到你，觉得很漂亮，所以我忍不住拍了一张照片。你介意吗？是一个脖子上挂着摄像机的少年，笑起来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。我看着照片，上面的女人注视着远方，脸上全是自由的向往，这是我以前从未拥有的。当然不介意，谢谢你。我对少年笑道，那方便加个微信吗？少年脸上浮现了2抹红晕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把照片发给你。少年似乎怕我拒绝，连忙解释道，可是耳朵却红得快滴出血了。算了，不用了，我摇了摇头，我只是一个游客罢了。人生如逆旅，我一时行人，再见了。
我又在海滩上坐了2小时，太阳摇摇欲坠地沉入海底，天边只剩赤红的晚霞。海鸟飞过，时不时留下1-2声鸣叫，一切都美得不可思议。江阳，今天客户特地打电话过来和我夸你了，你做得真好。这个月必须给你加奖金，等你回来再调休几天，年底我争取给你升1职级。挂掉了李玲的电话，我起身准备回酒店。手机传来滴答的声音，我有些疑惑，这是哪个应用的通知提示音？感觉没听过，是喵宝宠物。里面绑定的是元宝专用的宠物喂食机、宠物饮水机，还有自动猫厕所。消息是宠物喂食机的摄像头发送的，我不由愣住了，手指微微一颤，点了进去。映入眼帘的就是元宝的脸，他脸颊两侧的肉有些凹陷了，胡须有些没力气的下垂，毛毛有些打结了，黑下巴更严重了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他不停地用爪子撞击出2口，带着一丝绝望的癫狂。喵呜！我才发现他的嗓音已经哑了，如同风摩擦过沙粒般粗糙。我好饿好饿啊！我又听到了他的心声，好饿好渴凉水。我是不是快死了？他一次又一次用力撞击凉盆。应用界面上的红色警告显示，里面猫粮已经清空，需要添加了凉盆空了3天了，饮水机是2天，猫砂盆需要清理7天了。烦不烦啊你？女生骄纵的声音传来，随后我看到林年年踢了元宝一脚，元宝被踢开，脆弱的躺在一旁，我不由得皱了皱眉。谁让你把屎拉在外面的？你怎么敢的啊？林年年开始呵斥元宝。喵呜！元宝虚弱的叫了一声。可是猫砂盆已经满了，我已经快4天没有拉了，我真的好难受。这是元宝的心声，可惜林年年听不到。但哪怕他听到了，他或许也不会去铲屎换粮。够了，喵呜什么喵呜，烦死个人，滚一边去！我凭什么照顾你？他气急败坏的冲元宝喊喵呜。乌元宝乖顺的一瘸一拐走了过去，气死了。我和你说，我那个舔狗学长，对，就是那个袁博，跟脑子有病似的和他女朋友分手了，结果让我替他养他前女友的猫，还要我好好照顾猫，你说他恶心谁呢？他说他知道我喜欢猫，猫也喜欢我，相信我会对猫很好的。他哪来那么大的脸啊？你知道他前女友咋照顾猫的吗？跟他们祖宗似的。我怎么可能让一个畜生爬我头上？不乖就饿，再不乖就打，畜生就是畜生。还有他那前女友，我是真服了。我压根对她男朋友没意思，单纯就是享受这么一个舔狗。而且舔狗还帮我找这样一个干净舒服，不用交房租的地方，还无条件偏向我，那我不得全收。结果那个女人和袁博分手以后搬走了，还要我自己付房租，我真的是无语。然后那个傻 X 舔狗暗示了他好几次，也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傻，就给我打点养猫的钱，还用520这种恶心数字，抠搜又自私，真无语。林年年拿起手机打电话，气急败坏与不耐烦让他，原本娇艳的脸变得丑陋起来。喵呜！元宝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年年，他在说什么？原来我是傻 X 舔狗吗？原来江毅阿姨，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心声也会颤抖。多么可笑的回忆！喵什么喵，和你那个傻 X 主人一样贱痞子。林年年亲密地看着元宝。喵呜！元宝突然冲上前，有些愤怒地咬住了林年年的腿，还不停地用爪子去抓挠。坏女人，我讨厌你，你把江毅还给我。我是傻 X， 竟然会为了你去和他吵架。确实是傻 X， 但是我们分手，原因大部分不也在于袁博自己吗？死畜生，你敢有我！林年年愤怒的抬脚想把元宝甩出去，可是元宝死死不松口，反而咬得更深了。
薛胜出来了，林年年终于将元宝甩了出去，元宝重重地砸到地上，两败俱伤的场景。你再饿3天吧。林年年看着地上的元宝，冷冷地笑着。学长人家今天被你的猫抓伤了，好痛哦。我还特意给他做了猫饭，他不吃好难受哦。而且人家这周生活费没了，要怎么打狂犬疫苗啊？林年年表情冰冷，声音娇嗲地发送着语音。喵呜！元宝在地上愤怒地吼，身体轻微颤抖，似乎随时都要死去一样。你没有给我做猫饭，你甚至都不愿意给我放猫粮，你是坏女人，我好饿。会给我做猫饭，给我喂水，给我铲屎，陪我玩，给我梳毛刷牙涂药的是江毅。只有江毅，我好想你，阿姨呜呜。我放下了手机。他所谓的后悔，所谓的爱，不过是因为我无上限的对他好。所以你还是有些难过。心理咨询师问我，这是我出差结束后李玲答应给我的假期，我用来预约了一次心理辅导室啊。看到他被那样对待，我仍然有一些不忍心。或许是因为他说我缺爱，现在这样我也有问题。我有些迷茫，我想起了我和袁博的过往。刚入学时，我因为家庭的缘故，以及所有青春期少女所焦虑的，我既不好看也不聪明，所以我格外自卑胆怯，还有一些讨好型人格，在班级里如同懦弱的隐形人。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，班级里最惹眼的那个阳光帅气的男孩会注意到我。他主动过来和我说话，教我高数，邀请我一起参加活动，鼓励我多与人交往。我没办法不动心，而且是他先说的爱我，我们就那样在一起了。其实刚开始袁博并不那么有恃无恐，但是当他发现他每次触碰我底线，做我不喜欢做的事，我都羞于启齿去指责他，更习惯自己解决自己的情绪，甚至是会和他反思认错，我们的关系就变质了。他不停地攻城略地，直到我退无可退。我痛苦，我无力改变，而元宝的心声确实不亚于一个重磅炸弹。原来我们之间真的一点爱都没有了吗？因为我缺爱，所以我注定无法得到爱吗？这很令人难堪。我想你的不忍心，只是因为他现在只是一个小动物，而他被虐待了。这是你作为人类的同情心，加之你为他付出了许多东西，不舍是正常的。以及关于缺爱这个问题，咨询师说着，我的思绪随着杯中的水分子起起伏伏。但是他并不爱我，不是吗？可他只是一只宠物。我要求他爱我，是不是有些自私了？室内似乎有好闻的柑橘类的香薰气息。我又一次陷入了矛盾，你或许在认为自己自私，可是恰恰相反，我认为基于你缺爱的病症，你需要的就是自私这味药。我有些不解，你要学会接纳你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责怪自己这样的情绪。人是感性的，不会永远都保持理性。你付出了，想要有收获，这很正常。你是活人，不是圣人，而自私恰好可以让你学会爱自己。所以我想，你生气也好，讨厌他也好，哪怕现在你认为他罪有应得也没关系，你不用苛责自己一直要做绝对正确的事，慢慢来，跟着你的心走就好。水杯里的水也由烫转温了，刚好适宜的温度。我喝了一口，那些痛苦、执拗、笨拙也与其溶解了。下班后，我没想到会在公司楼下看见袁博。阿姨，对不起。他看到我以后，眼睛亮了一下，随后靠了上来打住。我止住了他的动作，让我们成功保持安全距离。他的眼睛湿漉漉的，像极了元宝撒娇时。我送你回家吧，我在这里等了你好久。现在很晚了，你一个人不安全。
你吃饭了吗？要不要我带你去你一直很喜欢的那家茶餐厅？他语速越来越快，语气带着无尽的懊悔和乞求，仿佛这样我就不会拒绝他了一样。不用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最好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，在一起的时候已经那么烂了，分手了就稍微体面点吧。我摇了摇头，以前没有做的，现在为什么要做呢？只会显得更可笑罢了。他的眼睛顷刻间红了起来，他快哭出来了。对元宝的那些宠物用具我都解绑了，你有时间还是自己养吧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和他提醒了一句，然后准备离开。阿姨，不要走，求你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当时猪油蒙了心，被林年年蛊惑了。都怪我，求你了，你回来吧。元宝他是只白眼狼猫，他和我一样，我知道。我教育过他了，他再也不会那样了。他开始抽烟，不停地祈求我，甚至下跪来抓我的裤子。够了，元博，我打断他，此刻的他让我只有厌恶。2个月前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，我听到了元宝的心声。对，我听到了猫咪的心声，也就是你的心声。他瞬间止住了撕心裂肺的哭泣，沉默了对不起。我当时发现我在一只猫咪身上快吓坏了，所以我下意识找了你，让你照顾我。而且我后来发现，我成为猫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成为人的时间越来越少，而且我的思考方式、行为方法也越来越像猫了。我甚至控制不住自己拆家。你别生气好不好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我揉了揉额头，元博，何必呢？到现在你还要编一些借口哄骗我吗？是猫咪控制不住自己拆家，那为什么只弄坏我的东西，却对林年年的保护完整呢？为什么只黏林年年不黏我呢？为什么你的新生力对我的拳是工具性的利用和洋洋得意呢？是小猫可以犯错，人也可以犯错，可是你那是有一偏爱，可以羞辱。别再恶心我了，不然我真的会报警。他抓住裤子的手终于垂了下去，整个人如同一株枯萎的植物迅速干瘪下去。阿姨，对不起，阿姨呜。哭声离我越来越远，直到完全消失。我的事业越来越顺利，1年内就升职加薪了2次。我也在这座城市买了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，还养了一条满心是我的小狗，我将它取名为新生。听旧友说，元博和林年年吵了一架，还和他的学校举报了林年年考试作弊的事。林年年的学位证被收回，也无法参加研究生考试了。气急败坏的林年年闯进元博公司，挠坏了元博的脸，还在网上宣传了元博的事。公司本来就不满元博最近越来越容易突然睡过去，现在更是厌烦，于是开除了元博。至于元宝，据说元博没办法接触，一接触就晕，送给别人收养，可是别人觉得脾气太臭，又送了回来，好像后面成了流浪猫新生。慢一点。这天遛狗，小狗活泼地往前冲，我差点拉不住牵引绳。小狗听到我的话，很快又慢了下来，喵呜。一只瘦弱的小猫咪从草丛里出来，呆呆地看着我。阿姨，新生走啦。我很快移开目光，牵着我的小狗离开了。